黑海突襲，火烈鳥出擊，炸飛圖阿普謝港。前線打光，俄預備役參戰，克宮內鬥，拉夫羅夫缺席高層會議，或遭普京炒魷魚。紅軍村局勢突變，烏軍 BC 計劃啟動，挪威發威抵押1000億美元，促俄被凍結資產入烏。停戰終止，泰國延遲釋放柬埔寨戰俘，東南亞戰火再起。精彩資訊馬上開始。作為烏克蘭最引以為傲的陸基巡航導彈，火烈鳥被譽為烏克蘭的戰斧。法國《費加羅報》援引烏克蘭總統辦公室的消息稱，在打擊俄羅斯的行動中，烏克蘭已發射9次火烈鳥。現在，這柄烏克蘭戰斧又將對俄羅斯圖阿普謝港發動第10次打擊。烏軍對俄軍後方的打擊已持續多日，位於黑海沿岸的圖阿普謝港更是重點關照對象。早在11月2日，烏克蘭總參謀部就透露，他們對該港隸屬俄石油公司的煉油廠以及相關海運卸貨設施實施了無人機火力打擊。港口當晚火光衝天，現場畫面顯示火燒得很旺，但估計駐守當地的俄羅斯武裝部隊心涼得很透。不過11月2日的火還沒熄滅，11月11日晚，一把大火又將其點燃。這次的縱火者為火烈鳥。那麼具體行動是怎樣的？對於這次再襲圖阿普謝港，烏軍採取了無人機誘敵加導彈精準打擊的戰術。首先，由無人機集群飛向目標區域，刻意暴露行蹤，成功將俄軍防空系統的注意力與火力吸引至低空目標。或許是上次遭襲引發的 PTSD， 俄軍加大了圖阿普謝港的警戒等級。烏軍無人機一露面，就見無數低空火炮的火舌傾瀉過來，夜空中形成一道火牆，將烏軍無人機攔在牆外。看着不斷落水和被炸開花的無人機，這時的俄軍心裡恐怕已經想好晚飯該開哪瓶香檳，慶祝烏軍的襲擊破產。但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在俄軍防空火力全開，防禦出現空隙的瞬間，火烈鳥導彈迅速跟進，憑借隱蔽突防能力直撲圖阿普謝港核心區域。這枚火烈鳥導彈分量不小，它攜帶了1000公斤重的彈頭，以950公里每小時的飛行速度穿過火力圍牆空隙，騙過俄軍防空偵察系統，精準落在港口核心位置。現場畫面顯示，圖阿普謝港口一帶噴發出刺眼火球，高溫烈焰在空中迅速聚集成蘑菇煙雲，黑煙直衝天際，附近海域被整片火光包裹，波浪在翻滾，俄軍的心在滴血。僅僅看遠處拍攝的畫面，便不難判斷，港口設施已遭受嚴重破壞。這個俄羅斯黑海沿岸重要港口，俄軍後勤補給與物資轉運大樞紐完了。不過圖阿普謝港雖然脆弱，但俄羅斯官方的臉皮卻很硬。火烈鳥襲擊之後，俄方回應稱，圖阿普謝還活得好好的，只是受了些輕微傷。烏軍的襲擊不過在撓癢癢。隨後更宣稱烏軍發射的只是無人艇，這話差點把火力軍都整笑了。原來烏軍是用無人艇把圖阿普謝港炸飛的，好在人會騙人，現場照片卻不會。天亮之後，更多現場照片流了出來，可以明顯看到海岸上有一個巨大的坑洞，甚至能發現新鮮出爐的焦土痕跡。這種誇張的破壞力只有導彈能做到，俄軍的謊言不攻自破，而這也宣告火烈鳥出擊取得完美勝利。烏軍對圖阿普謝港這類俄後方設施的打擊，讓俄軍叫苦不迭。為了保護這些設施，莫斯科正式下令上線俄預備役。據俄羅斯《生意人報》報道，俄羅斯各州已開始大規模招募預備役人員，以保護關鍵基礎設施。這也表明，戰爭打到現在，俄羅斯的肉牆戰術終於走到了頭。作為蘇聯繼承者，俄羅斯既繼承了蘇聯的遺產，還繼承了他送死流的打法。說白了，就是用戰士的生命推進戰線，用人海擋住敵方的子彈海。例如紅軍村的俄軍，正是用接近2/3的高傷亡滲透戰術，才成功讓俄軍士兵送進城內。但打到現在，俄軍才發現，前線陣地沒推進幾米，一轉頭士兵也沒剩幾名了，甚至無法從前線挖人，讓其鎮守後方。那麼俄軍只能從預備役下手了。俄羅斯對預備役人員的招募涵蓋了20個地區，做好了廣撒網多捕魚的打算。這些預備役人員訓練時長每年不超過6個月，短的甚至只有1個月。這也意味着預備役們的戰鬥力將非常感人。或許知道這群人不堪大用，俄軍對他們明面上的要求僅僅只是保護後方基礎設施，防止烏軍無人機或侵烏游擊部隊襲擊。但這種安排也跟讓他們送死沒有區別。要知道，除了前線的抵抗，烏克蘭還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對俄後方的打擊上。各種無人機和導彈直接往俄本土招呼，幾乎每天都有幾座重要俄設施被炸上天。至於烏情報局和游擊隊，也在俄羅斯大片土地上開展激情四射的破壞工作。
面對這些身經百戰的烏克蘭士兵，以及不知從哪裡突然冒出來的無人機，後方的預備役也只能苦叫一聲，學先輩用肉牆戰術攔住敵軍，然後不明不白地葬送在自己的國土上。這一幕很悲壯，但可惜俄軍高層並不在意。除了明面上的要求，還存在一個私底下的要求。據戰爭研究所調查，俄羅斯上線預備役是為了保護關鍵設施不講，但其很有可能還將一部分預備役直接送到烏克蘭部署前線戰場，讓现役和非现役預備役人員上前線。俄羅斯這是押上一切了。從全面進攻未能佔領烏東四州，甚至最低目標也未能實現，到現在被迫動員預備役參戰，讓更多新兵送死。無論怎麼看，俄羅斯的這場侵略戰爭都已稱得上失敗。前線和後方還在為填補士兵空缺反覆拉扯，克里姆林宮卻正忙於宮鬥。據阿波羅新聞網報道，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因為美俄匈牙利峰會擱淺一事，或已被普京炒魷魚。這猜測並非憑空出現。11月5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召開安全會議，指示高級官員起草全面重啟核試驗的可能性。結果記者環顧四周，根本看不到普京左右手拉夫羅夫的影子。重啟核試驗不是什麼小事，甚至不少人認為該會議重要性不亞於2022年普京電視宣戰前的高級官員會議。如此重要的時刻，拉夫羅夫連個鬼影子都沒見到，成為唯一缺席的俄羅斯安全委員會常任成員。另一方面，普京還特意簽署了一份行政命令，任命資歷較淺的克宮副幕僚長歐雷希金率俄羅斯團出席即將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行的 G20 峰會。種種反常情況，要說克宮沒有內鬥，只怕莫斯科最純正的傻子都不會相信。至於拉夫羅夫被普京炒魷魚的原因，或許與他糟糕的外交手段有關。之前普京與特朗普煲電話粥，約好布達佩斯舉行美俄峰會，雙方當場拉鈎同意。為了這事兒，普京特意派出拉夫羅夫作為峰會俄方負責人。這小子倒好，一波操作猛如虎。他跟美國國務卿盧比奧通電話，前腳剛打完電話，後腳白宮官員就發大火，表示克宮根本沒有停戰誠意，峰會隨之無限延期。緊接着，特朗普還對莫斯科祭出新一輪制裁。雖然不知道拉夫羅夫在電話裡說了什麼，但他這波談話的藝術確實攪黃了普京渴望接觸華盛頓的打算，還給俄羅斯送了一波豪華制裁套餐。如果不是他為普京服務了20年，只怕烏克蘭都要懷疑這小子是不是他們安插進去的間諜。儘管各種證據指明克宮正醞釀內鬥風波，但俄羅斯自然不會承認這事。克宮發言人佩斯科夫站出來表示，都是謠言，這些報道毫無根據。緊接着強調，拉夫羅夫繼續擔任外長。火力軍看來，克宮這波回應還不如不回應。第一，佩斯科夫遮遮掩掩，始終沒有解釋清楚拉夫羅夫缺席安全會議的原因。至於 G20 峰會換人的原因，也只字不提。如此鬼鬼祟祟，反而進一步坐實內鬥的傳聞。第二，拉夫羅夫並非小角色，在俄羅斯政壇風風雨雨20多年，勢力龐大，就連普京也無法完全控制他。正如人中風時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左右手，因此普京不可能揮手就将他撤职，只能用梳理政坛中心的方式慢慢架空拉夫羅夫。总而言之，內鬥依舊在繼續，只不過還需要一點時間，等其徹底爆發。戰場方向，波克羅夫斯克的戰鬥依舊在繼續。為了應對戰爭局勢的變化，烏克蘭總司令希爾斯基提出了 BC2個計劃。紅軍村方向在烏軍英勇抵抗下，俄軍攻擊難得放緩。當然，也有可能是士兵都快打光了，根本沒有多餘戰士發動高伤亡的进攻。現在的俄軍正在攻占如品场附近地區，意圖進攻防禦較薄弱的里夫內。不過，俄軍攻勢放緩，並不代表紅軍村就解放了。對此，希爾斯基針對紅軍村所有可能情況，制定了 B 計劃和 C 計劃。A 計劃不用多說，基本是按照目前的攻勢守住紅軍村。那 B 計劃和 C 計劃又是怎麼回事？可惜的是，或許是為了軍事保密，希尔斯基司令並未解釋。但火力軍認為，大概是這兩方面。首先，冬季已至 ，B 計劃很有可能是關於冬季攻勢的規劃。烏軍鎮守紅軍村，利用寒冷天氣拖垮俄軍，盡可能堅守紅軍村，直到2026年3月為止。因為那時俄軍的儲備已所剩無幾，消耗俄軍的戰略目的也已達成。哪怕直接把紅軍村送出去，俄軍也相當於花大價錢拿到一座毫無價值的空城。其次 ，C 計劃大概圍繞紅軍村失守展開。俄軍前線戰士受到普京死命令，不惜代價拿下紅軍村，因此无法排除俄軍繼續向紅軍村加碼的可能。彼時徹底紅溫的莫斯科極大可能用大量人力物力向城市發動瘋狂進攻，一旦烏軍回防不及時，就只能撤離，暫時放棄這塊戰略要地。因此 C 計劃恐怕圍繞城市失守後如何重新奪回以及紅軍村方向其餘戰略安排。另外，希爾斯基司令補充稱，俄羅斯在該地區集結的5萬士兵自10月份以來已經損失大約3萬名，而且隨着烏克蘭第425突擊團的到來，烏軍的防禦攻勢正有條不紊地進行着。這條消息印證現在的紅軍村還沒到使用 B、C 計劃的時候，不過提前做好規劃總不是壞事。
以上是火力軍對 B-C 計劃的推測。那大家認為烏克蘭的 B-C 計劃是什麼？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戰場之外，烏克蘭的盟友也在變相作戰。這一次，挪威抵押1000億美元，幫助烏克蘭撬動了1400億美元俄羅斯凍結資產的援助。很早以來，歐盟就打算用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援助烏克蘭，不過礙於匈牙利從中作梗，該計劃不斷拖延。但是現在1400億俄凍結資產或許馬上就要到賬了。據路透社報道，挪威突然發威，準備從其龐大的主權財富基金中撥出1000億美元作為歐盟抵押品，推動1400億美元俄凍結資產移交給烏克蘭。挪威的動作不像開玩笑，他手握世界上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價值大到驚人的1.7萬億美元，從裡面掏出1000億美元，這手筆實在大方到了極點。挪威如此宣言，也確實在做相應準備。挪威首相喬納斯·斯特勒已正式下令，要求部下提交一份涉及抵押的詳細措施報告。挪威已經打開錢包，就等歐盟同意。那麼，挪威這波操作是否能成功促成1400億美元入烏？火力軍看來可能性極大。之前被凍結俄資產幾乎差一步之遙轉入烏克蘭，但比利時卻出來阻止，理由是擔心所謂的法律風險。其實說白了，他是害怕轉移中途出現什麼變故，導致資金流失，再加上對莫斯科的顧忌，才不肯點頭。但現在挪威已經抵押1000億資金，態度之堅決幾乎表明會與比利時共同承擔來自莫斯科的風險。比利時自然也沒有繼續拒絕的理由。盡管挪威並不是歐盟成員國，但卻身在北約，並且認為俄烏戰爭事關整個歐洲的安全。有了挪威做急先鋒，其餘搖擺的國家估計也該鬆口了。無論是烏克蘭還是北約，都在為繼續與俄羅斯戰鬥做準備。後續如何，火力軍將持續關注。接下來，我們將目光放到東南亞，泰國和柬埔寨居然又在為開戰做準備了，這是怎麼回事？據美聯社報道，泰國一怒之下決定終止同柬埔寨的和平協議，這也意味着柬泰或許又將開啟互相炮轟模式了。世上沒有突如其來的憤怒，泰國的憤怒也不是沒有道理。報道稱，當地時間11月10日，2名泰國士兵在泰柬邊境爭議地帶巡邏時誤觸地雷，其中1人身受重傷，至今生死不明。泰國總理阿努廷聽聞此事，氣冲冲跑出來發表說明，強烈指責柬埔寨不講武德，搞埋地雷這種下三濫的小伎倆。接着宣布單方面終止和柬埔寨達成的所有停火協議，從此停火協議變開火協議，泰柬維持不到4個月的和平也由此轟然坍塌。回顧之前的衝突，柬泰雙方在7月份下旬一度大打出手，當然由於兩國的體量不是很大，這個大打出手的範圍也僅僅局限於幾塊邊境土地，打了5天，造成數十人傷亡。接着美國強勢介入，兩國才宣布停火，隨後與馬來西亞簽署和平協議，才宣告衝突結束。按照和平協議，雙方將撤出重型武器，釋放關押人員，還包括清理地雷。前面2個要求還好辦到，問題就出在清理地雷上。火力軍估計這場衝突爆發得太突然，恐怕柬埔寨都忘了自己在哪裡埋過雷，這才有了泰國士兵誤觸的悲劇。柬埔寨方面的解釋跟火力軍估計的差不多，檢方表示他們絕對沒有重新埋雷，都是誤會呀。不過這並不能打消泰國的怒火。目前泰國已確定延遲釋放18名柬埔寨士兵，只能說這群人的運氣實在差了點，因為他們本來這周就能被放回的。隨着和平協議終止，新的硝煙恐怕很快會燃起。至於衝突會什麼時候重新爆發，東南亞局勢又將走向何局面，火力軍將繼續跟蹤。好了，這期視頻到這兒就結束了。大家怎樣看待俄羅斯預備役正式上線？您又認為希爾斯基司令的 B-C 計劃到底是關於什麼內容的？可以在視頻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討論。喜歡的話不要忘記點個關注。我是火力軍，下期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